欢迎来到可可知分析室，我是咸鱼环。最近几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更多人了解到了心理学这门学科。当我们在痛苦、焦虑、难受的时候，总希望打开这门学科，能够获得一些答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批判性的打开这门学科，看看它到里面说了啥。首先有一个问题：我是谁？这是著名的哲学三问的第一问。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大家都懂。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安静的坐在这边，我们的想法、情感、感知觉慢慢的流露、流出，然后消失，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这些想法吗？是这些感知觉吗？还是这些情绪呢？如果我们是它，那我们为什么会消失呢？如果我们是它，为什么我们能看到它们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我们可以假想自己在电影院，这是一个无比牛逼的电影院，在里面不仅能看到声音、图像，甚至我们能感受到屏幕里面传来的快乐、兴奋、悲伤、难过的情绪，然后能看到电影角色脑中的想法等等等等。所以这些想法、态度、情绪、感知觉是我吗？包括产生这些东西的身体是我吗？那我们就有个大大的疑问了。部分呢，我们开过车，就像开车一样，我们控制的车或许只是我们身体的延伸。那么我究竟是谁呢？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简单到爆炸。我就是那个体验者，这些想法、态度、情绪跟感知觉都不是我，他们只是用来让我体验的信号而已。我就是那个体验者，我们所有人都是那个体验者。然后这时候又要问一个问题呢，这个答案是我们都知道，可为什么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它好像在故意隐瞒了一个真相，让这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没有办法让我们精确的形容什么才是我，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感受让我感觉到痛苦难受呢？有情绪的部分，也有内耗的部分。内耗就是指无数的想法在我的脑中涌入，然而心理学似乎并不怎么关心这一块。心理学研究的控制、调节情绪，似乎更关心社会秩序的一面。似乎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根本不在乎无数个我的感受。我们经常陷入到自己的内耗中间，不断的涌现各种各样的想法，这让我们特别的痛苦。然而，打开心理学，你却发现几乎没有任何的一门学科，甚至任何一个知识点能告诉我们如何消除它。那我们回到古代，似乎佛教跟道教里面却能够找到那些关于我的答案，如何减轻我的痛苦，如何让我的体验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然而现在呢，地球 online 这个破游戏，它似乎操控了无数个我拥有的这个身体，而却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当你无数个日夜在失眠中辗转反侧，不断的有大量的思绪涌入你的大脑，而你却无法入睡。当你面临生活困境的时候，特别的沮丧，想要找一些方法来自救，却无法挣脱。而这个地球 online 中却没有任何一个知识是为了你，让你摆脱这些痛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真的在意我们的感受吗？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心理学都说了些什么呢？学过心理学的朋友们都知道，现在的心理学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庞大的系统而运转的。例如，如何让社会运行得更高效，更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如何让系统运行得更稳定。例如，某些现象或者个体会破坏规则，然后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消除它。我们再看看这些主流的心理学学科吧。认知心理学，它的目标是让个体的大脑处理信息更高效，让你的大脑能够更像一个工具一样高效的运转。而深入它呢，我们看看它研究了什么，如何让你的工作更高效、更专注，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体验中间，或又是研究你的决策方式，让你更符合这个游戏的规律去思考，更理性的决策，而忽略了你真实的感受。它研究记忆的机制，让你能够更有效地记住这些知识，而不是深挖记忆中的线索来给你获得更好的感受。认知心理学的目的是优化大脑的计算效率，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呢，大家或许多多少少都听过巴甫洛夫的故事。它的目标是让我们更加正确的去面对环境，而减少对规则的破坏。例如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它训练我们获得标准化的反应；还有斯金纳的操作型条件反射，建立奖惩机制、积分机制与考核机制来约束我们的行为。最核心的理念是行为矫正，而目的是纠正那些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似乎这门学科只关心你能不能按照游戏规则而行动，而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感
受。而攻略与组织心理学呢，或许我们可以换个名字叫它管理心理学。它目标是服务于企业、组织等等，让他们更高效的运转。研究员工的激励机制，让我们能够更卖力的干活。研究管理学，让你的行为能够更符合组织目标。研究组织文化，让我们的信念能够更加迷失在组织的环境中。它似乎更在乎公司能否高效的运转，而不在乎我们人生的意义。而社会心理学呢，它研究群体影响个体的方式，思考来如何规范个体的行为。例如，研究从众，在你购买商品的过程中间影响你的决策，让他的商品更加畅销。研究社会认同，让你更容易融入于群体，而忽略了个体的独特性。它似乎更关心团体，而不在乎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前进的动力的。让我们再看看变态心理学吧。这个心理学学科主要研究的是那些异常的心理机制，然后如何把这些异常给修正回去，这样我们就能够正常起来。所以似乎他的目标是把不符合游戏规则的人给修正回来。如果你对人生意义产生怀疑，他说那叫做抑郁症，不利于发展，要修正回来。如果你不喜欢社交，喜欢独自一人，他告诉你那叫社交焦虑，也要修正回来。他似乎更关心的是秩序，而不是我们每个人真正的幸福跟快乐。通过这些，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似乎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一直操控着我们，让我们的行为更符合它的运行逻辑，然后在历史的车轮中间慢慢的演化它，成就它。这个游戏让82亿的我们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战争，从古至今绵延不绝。那些欧洲的、大洋洲的、美洲的、非洲的、亚洲的兄弟们，全部都厮杀在了一起。为了什么呢？为了它的演化需要，为了它所谓的文明，奴役着我们，让我们日夜加班，辛苦劳作，而产出的产品呢，又诱惑我们去使用它，激发出我们的欲望，让我们日复一日的沉沦在这奴役之中，无法自拔。而目的呢，或许只是为了证明它作为这个游戏有多完美。它让我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而沉浸在游戏中间，并且给了所有的社会角色都分发了不同的任务，让我们不再真诚，隐藏自己，互相伤害，并且充满谎言。真是轻者恨，仇者快啊！当你看到了这个视频，在这一刻，我们似乎离我们自己更近了，也离我们想要了解的真相更近了。请把这个视频传阅给其他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想让所有的科学、技术、知识服务于千千万万个我的体验。我们要让心理学的发展更在意我的感受，而不是在乎地球 online 的规则。人们都说种树最好的时间最好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似乎在这一刻给我们造成了大量的痛苦，而它完全不在意我们的感受。我们要连接起来，对身边的彼此更加真诚跟包容，优先在意我们自己的感受，然后再在意他们的感受，而不是执着于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而活。我们要学会控制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物理的、化学的、量子力学的、心理学的，用来服务于我们的感受，而不是这个游戏。我们要把知识的主导权从这个游戏手里夺过来，抓在我们体验者的手里。最后，我想让你关注我的频道，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刻，只有我关心你，那个不是任何社会角色的你，而是在体验人生剧情的你。感谢您的观看，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下期再见。